叶枫踏上了奈何桥，这座连接阴阳两界的桥梁古朴而悠长，横跨着深不见底的忘川河，河水潺潺，流动中充满了孤独和忘却的气息。雾气缭绕中，昏黄的灯火若隐若现，照亮着他前进的道路。桥面上的石板因为无数往生者的践踏而显得平滑，沿途他可以见到往生者的灵魂，他们或是独自默默行走，或是成群结队，面无表情，像是被某种力量引导着前往彼岸。叶枫沿着桥行走，他的脚步声回荡在空寂的桥上，他心中默念着丽娜所传授的灵魂凝练术，以保持心神不受幽魂的影响和忘川河的忘却。突然，一阵微弱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从桥下传来：“可怜的旅人啊，你为何要抵御这无尽的孤独和忘却？”叶枫停下脚步，向声音来源望去，看到了一个半透明的灵魂，他似乎被困在忘川河中，无法自拔，面容中既有恳求也有绝望。叶枫回应道：“我必须完成我的使命，这不仅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我所爱之人。我无法忘记，无法放弃。”那灵魂看着叶枫，似有所感：“旅人，你的决心令人敬佩，但愿你能找到你的答案，不至于像我们这样永远流浪在忘川河中。”叶枫点头致意，并说出了安慰之言：“愿你们的灵魂得到安息。”他继续前行，终于走到了奈何桥的尽头，身后是那条不断吞噬记忆与往生者的大河，身前则是通往阎王殿的路。在这条通往阴冥深处的道路上，他感受着四周渐渐变得沉重的氛围。桥的尽头隐约出现了一台高耸的构造物，那便是传说中的望乡台，一个供彼岸行者望向生前家乡的地方，也是许多灵魂最后沉淀情感的所在。望乡台并不雄伟，却透着一种温柔的悲哀。这里站满了往生者，他们目光所及之处，仿佛能透过重重阴霾见到那遥远的故乡。些许灰色的雾气弥漫在台上，使这一切看上去如同一幅动人的浮世绘。叶枫缓缓走进望乡台，一个盈盈欲泣的声音自台边传来：“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家人啊，你们是否还记得曾有我？”他看向声音的来源，一个男子的魂魄盯着远方，双手紧握栏杆，整个人充满了挣扎和不甘。一个年迈的女性灵魂正在轻声抽泣，她的声音中充满了对家人的牵挂。“我的孩子，他们现在一定很困惑，不知道我为何突然就离他们而去。”又有一个年轻的灵魂，表情显得疑惑与恐惧。我这是在哪里？我还有很多事没做，我还不想离开。在望乡台，每个灵魂都面临着最后一次回望他们生前世界的机会。然而，对于尚未真正死亡、仍有生气的人来说，由于他们并非真正的阴间居民，望乡台所展现的景象与他们的经历有所不同。叶枫站在望乡台边，心中涌动着无数情感。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凡人，他的家乡对他来说还并非是遥不可及的记忆。他可能无法像那些已经往生的灵魂那样看到清晰的家乡画面，因为望乡台显现的是那些即将踏上来生旅途的灵魂对生前世界的最后留恋。望着迷茫的灵魂们，叶枫继续踏上前往阎王殿的路。叶枫沿着由望乡台延伸出的阴森道路继续前进，途中阴风阵阵。经过一段沉寂的旅程，他终于看到了阎王殿的轮廓。这是一座庄严而又神秘的宫殿，坐落在一片广袤的平原上，周围环绕着浓郁的雾气和幽暗的光芒，给人一种庄重若深渊的感觉。殿前有2尊庞大的石雕守护着大门，一左一右，其形状貌似鬼差，每一尊都散发着让人敬畏的气息。大门前还站着几位真正的鬼差，他们的目光尖锐，似乎能看穿一切虚伪与谎言。叶枫走进阎王殿，一位身材高大、面目严肃的鬼差挡在了他的面前。“凡人，你怎么来到这里？知道这是何处吗？”鬼差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充满了威严。“我知道这里是阎王殿，我是来寻求阎王大人协助，有一桩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叶枫回答的既恭敬又坚定。鬼差打量了叶枫一番，似乎在评估他的真实意图。“阎王大人乃是管控生死的至高存在，非特殊情况，外人不得擅闯。你能有什么事？
只得打扰阎王大人。叶枫深吸一口气，将自己的来意一一道出。他试图用最诚恳的话语打动鬼差：我请求阎王大人审视一份未了的因果，这关系到一个无辜之人的命运。几名鬼差互相交换了眼神，随后其中一位稍显年长的鬼差叹了口气：这样吧，我们会将你的请求上报，但能否得见阎王大人，还需看他的意思。叶枫对鬼差们深鞠一躬，表达了他的谢意。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感激不尽。随后那位年长的鬼差进入了阎王殿，不久后又从里面走了出来，脸上的表情让人难以捉摸，他的步伐显得有些沉重。跟我来。年长的鬼差向叶枫点了点头，示意他跟随。叶枫的心中充满了期待和紧张，他跟随着鬼差穿过了重重宫殿，步入了更为幽深的内堂之中。这里的空气中充满了一种神秘而古老的气息，每一步都像是在穿越时间的长河。终于，他们来到了一个庄严而又宁静的大厅前，金碧辉煌，气势磅礴，两侧站满了鬼差，而大厅的尽头坐着一位威严的身影，那便是阎王，地府的主宰，掌管生死善恶的最高存在。阎王的眼神深不可测，似乎能穿透一切虚伪，直视人心。他缓缓开口，声音沉稳而有力：你是叶枫，为何请求见我？叶枫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抬起头望向阎王。阎王大人，我来此是为了我的妹妹生命垂危，但她的寿命不该如此短暂，我请求大人您能够协助调查原因。阎王听完叶枫的陈述，沉默片刻，眼神中闪过一丝深思。他看向旁边的鬼差，挥了挥手示意他们靠近，去查证这个凡人所说的事实与原因，不得疏漏。阎王沉稳地命令道，声音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几名鬼差相互点头，恭敬地领命而去。在短暂的等待中，叶枫感觉时间似乎变得异常缓慢。不久后，鬼差们回到了大厅，严肃地向阎王汇报他们的调查结果。阎王大人，经我们查证，有一个古老的遗物同叶枫的妹妹相关，这件遗物具有强大的阴阳之力，亦在世间流传已久。其妹妹的病症正是由于接触该遗物而引发。一位鬼差详尽地汇报道。另一位鬼差补充道，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件遗物似乎具有神秘力量，需要通过特定的仪式或方法来解除。阎王静静地听着鬼差的汇报，脸上的表情深沉，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一位鬼差接着道，阎王大人，经过我们深入的查证，叶枫的妹妹原本的寿命还有60年，这件遗物的确是导致她生命逐渐流失的主因。阎王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开口，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权威和深度。这个遗物究竟是什么？为何它能够影响到一个凡人的生命寿命？这遗物名为命运之石，据说是上古时期由天界遗落至人间的宝物，它拥有改变命运的力量，但如果使用不当，也会带来灾难。另一位鬼差仔细解释。叶枫的心跳加速，他急切地问道，阎王大人，那么该如何解除这个遗物的诅咒，挽回我的妹妹的生命呢？阎王定定地看了叶枫一会儿，命运之石的力量强大而又不稳定，想要解除其上的诅咒，需要一项极为艰难的仪式。此外，还需找到命运之石本身，才有可能恢复你妹妹的生命。叶枫立即回应，阎王大人，请告诉我，这个仪式是什么？我愿意做任何事情。阎王端详了叶枫片刻，最后缓缓地说，这需要你进入忘川深处，寻找到命运之河的源头，在那里举行命运交织仪式。但要注意，这个过程充满了无数的危险，成功的机会十分渺茫。叶枫坚定地说，只要有一线希望，为了我的妹妹，我都不会放弃。好，既然如此，我将准许你进行此次仪式，但记住，生与死，命运与选择，都在你一念之间。阎王随后指示鬼差详细告知叶枫仪式的步骤和注意事项。阎王深沉的声音继续响起，除了寻找命运之石，成功完成这个仪式还需满足其他条件。你需要一位强大的仙人作为仪式的主持，他的力量是关键，可以帮助稳定命运之石不稳定的能量。而你本身若要启动这个仪式，也必须具备足够的仙法能力，
才能与命运之石产生共鸣。叶枫心中一沉，仙人难寻，自己虽学过一些仙法，但与真正的仙人相比，自身的能力尚远不足。他紧张地问道：阎王大人，我该如何找到这样的仙人，并提升自己的仙法能力呢？阎王沉吟了片刻，缓缓地说：仙人遍布天地间，但愿意并能够援助你的寥寥无几。此行你不仅需寻找命运之石，还需寻觅能助你一臂之力的仙人。至于你自身的仙法能力，你需要不断修炼。也许在寻找命运之石的过程中，你会遇到那能指点你进步的机缘。叶枫点头：阎王大人，我会尽我所能完成这个任务。请问有没有什么线索能指引我该往何处寻找命运之石和这位仙人呢？阎王又看了叶枫一眼，其准确位置难以言明，你需要跟随你的直觉和命运之石之间的微妙联系去寻找。至于那位仙人，只能告诉你，真正的大智慧往往藏于世间最平凡之处。你的心若能静如止水，便能感应到那引导之光。叶枫知道这挑战将比想象中更为艰辛。谢谢阎王大人，我将铭记您的话，开始我的寻找。阎王的声音再次响起，给予叶枫有更加严峻的路线。叶枫，当你找齐一切，准备好进行仪式时，你还需再次回到地府。下次你踏入地府时，所有的守卫者将对你展开攻击，这不是对你个人的敌意，而是最终的测试。如果你能够打败他们，就证明了你拥有足够的能力启动命运之河的交织阵法。叶枫心中震动，这样的测试注定充满了艰险，尤其是他连牛头马面和黑白无常都打不过，要面对整个地府的守卫者，可想而知难度有多高。阎王大人，叶枫带着一丝忧虑和不安，我连牛头马面和黑白无常都尚未能完全战胜，面对所有守卫者的攻击，这对现在的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阎王静静注视着叶枫，沉稳的回应：确实如此，正因为如此，这才是最终的试炼。你需要提高你的仙法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你有资格掌握命运之石的力量。牛头马面和黑白无常都是有着极高阴法的强者，你与他们交手中的每一刻，都将是你提升自我的机会。叶枫深吸一口气：我明白了，阎王大人，无论再困难，我都会继续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仙法能力，直至有一天能战胜所有守卫者，完成这个仪式。阎王轻轻颔首：去吧，叶枫，用你的智慧、勇气和不懈的努力，找到命运之石和那位仙人，证明你自己的力量。鬼差再次领叶枫离开阎王殿，走向地府的出口。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和动力。他开始更加专注地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仙法能力，如何寻找那位能指点他进步的仙人，以及如何找到命运之石。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叶枫决定先前往丽娜的所在地。到达丽娜的隐居之处，叶枫发现这里依旧是那片宁静的山谷。丽娜就坐在她平时冥想的石上，似乎在等待着他的到来。叶枫急切地问道：丽娜姑娘，我急需寻找到命运之石，来完成我需要举行的命运交织仪式，以挽回我妹妹的生命。您是否知道命运之石的下落，或者有何线索可以指引我找到它？丽娜缓缓睁开眼，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深邃的光芒。沉思了片刻后，她回答道：命运之石是一件极其古老而神秘的物品，它的能量波动非常微弱，非常难以察觉。要找到它，单凭肉眼和普通的感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记住，一切事物都有其规律和联系，命运之石亦然。你需要学会感受自然界中更加微妙的能量流动，寻找与命运之石相同频率的能量。叶枫紧锁眉头：但我该如何开始呢？能量感应对我来说太过抽象，有没有更具体的方法或是技巧？丽娜站起身，轻轻地走向叶枫，这一手于他的肩上。我可以教你一种简单的冥想之法，帮你开启和提升你对能量的感知。通过冥想，你可以慢慢接触并了解那些平常感知不到的能量。而对于命运之石的寻找，心静如水，感受万物是关键。当你能够与自然和谐共鸣，
你会发现一切答案都会自然呈现。叶枫点点头，表示已经明白。丽娜随后详细的教授了这种冥想之法，并指导叶枫如何姿势入定，如何调息，以及如何感受并识别周围的能量。叶枫依照丽娜的指导开始尝试，虽然起初他感觉到的只是一片虚无和迷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感受到周围空气中若有若无的能量涌动，虽然微弱，但确实存在。谢谢你，丽娜仙女，我会继续修炼，直到我能感受到命运之石的存在。叶枫深深地鞠了一躬，再次感谢丽娜的帮助和教导。之后，他便离开了丽娜的隐居地，持续在修行的路上前进。